已经看到了一个片花，是我最近推出的《塑料王国》。我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有2个，一个是2008年到2011年创作的《垃圾围城》，另一个呢，就是大家刚才看到了是《塑料王国》。《塑料王国》的创作周期是2011年到2016年。《垃圾围城》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的垃圾问题，而《塑料王国》呢，讲述的是外国的废旧塑料在中国进行处理。整这2个作品都是垃圾。但今天呢，我不想过多的讲它们，因为这些作品的信息在网上有一些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自行搜索来看。一席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传播平台，所以我非常珍惜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机会。所以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我最新的作品。前段时间我读到一本书，北师大铁曾教授的这本书呢，追问我们正在消费的一切来自哪里。他这样写道：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不知道来源的事物，甚至认为我们没有责任知道。这句话令我特别有感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句话跟我的新项目有关。我最新的影像创作项目有关于中国大地的一切，确切地说，就是借助影像去重新观察我们基于人类的行为对地貌造成的影响，并进一步的求证我们每一个个体与我们脚下这片大地之间的关系。新项目是从2015年的1月份已经开始了，前后已经多了2年的时间。在这2年里呢，也仅仅是我完成了这个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，因为这个项目涉及的内容实在太多。今天呢，我仅仅是展示这个调研项目的很小的一部分，试图与大家一起探讨我们正在消费的一切从何而来，或者说我们的北京成排的高楼大厦它到底从何而来。这个地方是我在我的家乡山东半岛的山地，这里最出名的是葡萄。有一年我去这儿采摘，但当时呢，我并没有分享到多少因为采摘而带来的乐趣。相反，我被这满目大山的创意所震惊。说实话，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连绵的群山是这种模样。后来我通过资料查证，这里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食材加工基地，而类似规模的，在全中国范围内一共有20多处。我不知道是感到荣幸还是感到尴尬，在我们家乡山东就有3处，这是另外一处。照片显示呢，也仅仅是这地方的一部分。今年10月份我去这里拍摄的时候，我壮着胆子把我的车开进了这个采石区，很恐怖的。我的车与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迎面狭路相逢，我非常担心我的车被它挤到下面的无底洞似的那种矿坑里。同时，我的耳边响起那种巨大的爆破的声音，让我的心里直打哆嗦。的确，这个地方依托这个食材产业，让当地政府获得了极大的一个收益，当地的民众的经济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。但是我们要清楚，财富往往仅仅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，而最普通的广大的民众，他们得到的很少。这一车一车的石头是吧，从车里拉出去，最终呢进了附近的一些食材加工厂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密密麻麻的食材加工厂，我拍摄于福建泉州地区，而且后来我知道这里是整个华南地区最大的食材加工和出口基地。大家可能没有进去过这些食材加工厂，我进去过。满车间的粉尘，几乎看不清人影，是吧？我看到那些工人的脸上那种白白的粉尘，如同戴了面具，对吧？你根本看不出任何的表情来。借助那些工人们的双手，是吧？这些石头最终变成了可用的食材，进入我们的城市，变成了我们大楼的一个装饰性的墙圈，或者说一个豪华大楼的大堂的一个大理石地面。也有一些进入我们的家庭，比如说我们洗手间的洗脸台。可是当你在洗脸的时候，你看着洗脸台上那块石板，你有没有想过它来自哪里？现在我们这儿看到这2个山头，其实就是刚才那个食材加工厂的石头的来源地。经过 N 年的开采，整个山已经被开采的像一个马蜂窝一样。当时我进去拍摄的时候，我就站在这个石坑的边缘。你要知道，一个矿坑的深度大概在100-200米，极其深，而且是垂直下切。你站在边缘往下望的时候，你就感到晕眩，感到恐怖，极其恐怖。可是一座大山总有挖完的时候，可是只要还存在着我们的需求，这个产业的触手就一定会伸向另外的地方。这里是福建莆田地区，我刚去的时候发现这座山体刚刚开始开采，但是从这景象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对于矿产的开采对整个山体植被的破坏多么的肆无忌惮。照此看来，他们因此而获得的财富，我认为一点都不值得称道。
因为那不过是在变卖老祖宗的家产而已。我在这里拍摄的时候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山里有很多散落的坟墓，我想那里面一定是这儿的先人，在守护着这一方水土。可是他们肯定没有料到，有一天他们的子孙用炸药把他们这块风水宝地炸得面目全非，甚至在不久的将来，连同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座山很有可能被他们的孙子们搬进了我们所居住的城市。我想这是先人不曾想到的。这里同样位于福建省，这座看起来像已经初具规模的这座城市，其实是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。我通过谷歌 Earth 的卫星地图去查看，2012年之前，这里真的是青山绿水，有小小的几个村庄而已。我甚至能够猜测出那儿曾经的田园的生活。可是2012年，仅仅1年的时间，成排的高楼是吧？成排的别墅拔地而起，而这如此巨大的变化，仅仅在短短的1年间，这真的是一幅消费社会的欲望图景。这成排的高楼是吧？这遍地的豪华的别墅，而且呢，还因为这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而身价倍增。我们现在开始依赖这风光秀美了，但是恰恰是我们对于这种风光秀美的需求，也决定了另外的地方不再美好。这座山体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地区，现在已经面目全非，因为在这座山的背后有2座水泥厂。现在我们看到的环绕这座山的这些烟雾，其实也是来自于水泥厂及其周边的一些钢铁厂。你要知道，在全中国范围内，水泥厂的数量真的是数也数不清。这同时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被水泥厂所吞噬的群山，你数也数不清。这里位于河北省廊坊地区，其实离我们不远，离北京6环路只有40公里。你看到这个情景，你真的无法用语言去形容，是吧？我们基于对矿上的开采、对山体的破坏是多么的疯狂。这儿的山，这儿的石头，最终被粉碎成了石子儿，变成了混凝土，变成了我们高楼大厦的一部分。我现在住的地方，我的家那座楼，连同我的小区，甚至说北京很多的楼房、很多的高楼，曾经就是这座山的一部分。可是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跟这座山之间的关系。这里是内蒙古鄂尔多斯，我一说鄂尔多斯，大家都猜到我要说什么了。从城市内部向郊野延伸的这些道路，就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是具有多么大的扩张的野心。可是，一场喧哗过后，留给这片大地上的，只有一座烂尾的城市。不管我们相不相信，其实有很多的高楼的建造，我觉得它无非是一个道具而已。甚至可以说，我们有很多新城的建设，也只不过是一个局，一场围猎国民财富的局而已。我只是可怜又可叹，是吧？这上面至今还露在外面的钢筋水泥，它意味着什么呢？一边是一个烂尾的城市，而另一边呢，是早有破碎的山河。这里也位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北麓的一处铁矿。基于这座铁矿的开采，对这里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。有人跟我说了，是吧？这完全是基于发展，难道为了保护环境就不需要发展了吗？我只能非常激动地说，请不要再以发展的名义，发展不是生态破坏的遮羞布。环境友好的开采矿山，以及环境友好的去制造一切的商品是有可能的。我稍微平静一些哈，有点激动。这里位于辽宁省境内，是一座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所有的矿山。我在这里考察，我在这里调研，我所看到的也仅仅是权力的傲慢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只有他们才有支配的权利，你无权干涉，哪怕你实在居住于此。如此规模大的矿山，也仅仅是这矿区很小的一部分。你无法想象它是多么大的规模，你看不见边，根本看不到。当你的飞机飞到500米高空的时候，也仅仅看到一部分而已。当时我在山下采访，问了一个村民，我说：“哎，大叔，这个矿山开采毁灭了你们的山林，那个对你们有赔偿吗？”那大叔一脸惊诧地反问我：“什么赔偿啊？这本来就是国家的，他们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我真的听出那种无奈。还有这里位于河北省唐山地区的一处铁矿的尾矿库，这个洪水真的非常可怕。我不说太多，我只陈述我在这里所听到的，我所看到的。我在当地跟村民聊天的时候，当地村民跟我说，尾矿库的建设占用了他们大量的土地，对他们的赔偿极其少。
又基于尾矿带来的水污染，让他们喝的井水不能饮用，他们只能到处去买水喝。有钱人还可以买，那没钱的人呢？而且他们还天天在担心溃坝，会有一天埋了。溃坝一点都不危言耸听，你去查资料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溃坝的事件真的是太多了。我也从网上了解到他们的这种呼声，但是同时我也知道，哪怕是这微弱的呼喊，也遭到了当地权贵们一个非常野蛮的对待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迫使我思考：我居住的这栋大楼里面的钢筋，也许不仅仅意味着环境问题，同时也意味着他人的生活。那么，他人生活的幸福与否，是否与我有关？还有这里规模更加庞大，这里是位于辽宁省境内。关于尾矿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我不再赘述。我只想说一点，就是在中国这60多年来，在全国各地积累的尾矿物的数量真的是数也数不清。你甚至根本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。有人或者说了，是吧？这儿污染很严重，但是跟我没关系，因为它离我很远。但你想想，中国那么多的尾矿库，那么多的污染源，你的家乡就没有吗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里是位于江西省的一座铜矿，开采这座铜矿以及洗矿产生的废渣和废水，直接排放在湖中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一个天然的湖泊里筑坝拦起来，然后向里填废水和废渣。这些湖泊的水是与长江相通的，而长江两岸又会是多少人的家乡呢？我的家乡在山东潍坊，去年我在调研的时候得到一个信息，令我无比吃惊。我们潍坊用的电，就是这个电，居然是来自于1000公里之外的内蒙古乌海。我以为我们用的电仅仅是我们潍坊周边的小电厂产生的，谁知道它居然是来自1000公里之外的乌海的。所以当时我就想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我来到了乌海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即将枯竭的矿产资源，一片凋敝的景象。这里世代居住于此的煤矿工人们也正在陆续搬离，因为他们也不得不搬离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这些破败的房子的下面其实是采空区，地面随时都会塌陷。有钱的可能很高兴的去搬到新房了，那没钱的呢？我在这儿拍摄的时候，就遇到一位老大爷，满面愁容。我们面对面的看着，他肯定不认识我，但我却分明的感受到自己与他的关系，因为煤炭。我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你们是否知道或者准确的能够回答出北京的电来自于哪里？如果不是涉及这个专业，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一般人不会知道。那我就直接说吧，其中一条线路也是来自于蒙西，怕不生产这些电的煤炭，怕不就是来自于你现在看到的这片荒漠。这里是位于黄土高原上的一处露天煤矿啊。的确，我们基于工业发展的需要，矿山一定要开采。但是我刚才也说过，是吧？我们在开采矿山的时候，你是否充分注重了这种环境友好，或者说你是否充分的尊重了当地居民的基本权益了呢？反正我没有看到。我看到的那些情景，只能说就像是一场盛宴之后的杯盘狼藉。这是我看到的。这里位于宁夏石嘴山地区，号称中国西北最大的煤炭交易基地，其煤炭来自于背后的贺兰山。贺兰山是我一个梦想，我班里有个同学就是那个宁夏的，他天天在给我讲贺兰山的故事，而且我也非常向往。我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去贺兰山，是吧？这一天我去了，居然是因为污染，居然是因为煤炭。有很多人会说了，我家乡不这样，我家乡很美。要我说，那是因为你的家乡没有矿产。只要存在矿产，只要存在利益，权力和资本搭配的战车必然轰然而至。很多的煤炭最终变成了电，供给了北京，供给了我们这座大楼。我们今天身处其中，借助暖气，我们不必忍受外面的寒冷；借助空调，我们可以暂时的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可是，当我们在享用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是否想过，远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包头，那里的人们，他们也许或者可能终日与电厂相伴。我们再仔细想一想，我们与他们是否有关系？当然，火电的最大消费者也许不是城市，还是那些大型的灯光企业，或者说工业用电。
图片拍摄的是位于山东境内的一家大型的铝电一体化产业基地。你单是从外部可以感知，生活在这个以铝电为支柱产业的小城里是多么的糟糕。那你再看看我们这座大楼的铝合金门窗，想一想，北京和那座小城到底有没有关联？这里是河北唐山的一家大型钢铁企业。当时我在去拍摄的时候，天气其实很不错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头顶上也是蓝天。可就在钢铁厂周边的整个一大片区域，烟雾笼罩。你可以明确地闻到，这是焦煤的味道，这是硫磺的味道。我说它如同地狱一般有点夸张，但真的是极其糟糕。而这所有的一切的来源，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这里的钢铁。虽然说雾霾的成因包括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大型的工业生产，它们产生的污染性排放依然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更何况整个华北地区，华上北京是吧，也是中国的钢铁企业比较扎堆的地方。我们天天在埋怨雾霾是吧？雾霾的一周刚刚过去，雾霾的源头在哪里？你会说，在唐山，在邯郸。其实我说，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里。刚才看完那么多，我们现在好好看看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，联想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破碎的青山，那极其严重的水源污染，那基于这些建筑原料的开采而形成的污染性排放，再想想过去周里那满天的雾霾，它们是否有关系？我甚至可以确切地说，所有那一切跟我们居住的城市有最直接的关联，甚至可以说跟我们正在消费的一切有最直接的关联。今天的确是好天气，虽然有点冷，是吧？但对北京来讲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我们期盼了一周的风，终于来了，这样我们短暂地逃离出雾霾的困扰。过去的一周里，大半个中国都埋没在这片严重的雾霾里，我们身处其中，深受其害。这是我的家，我就住在其中的一栋大楼里。我站在窗前，看望对面一排排紧闭的窗户，我在想，他们是否如同我一样，被雾霾囚禁在自己的家里？即便你住在四五万或者几万元一平米的北京的房子里，如果连你家的窗户都不敢打开的话，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？过去一周以来，我都没怎么出门，我窝在家里啊。一是我为了整理我此前调研的素材，同时我也在思考，我们正在消费的一切，它到底来源于哪里？万事万物皆有来源，如果你真的去仔细追究的话，它一定有它的来处，它在哪里呢？是吧？那我认为不外乎且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的自然环境。正如鲁迅所说的这句话，我非常喜欢，是吧？无情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。如今你看到满目疮痍的大地，而且这满目疮痍的大地又笼罩在雾霾之中，其实与我有关。如果有人说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，那么我想，那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？我们需要的是洁净的空气，是吧？清新的水源，安全的食品，甚至是整个冬天里暖暖的阳光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然而这一切我们已经丧失殆尽。我刚才所说的那一切，应该是定义一种任何一种生活的一个基础，幸福生活的基础，或者说那是最最基本的我们生活的权利。而今我们丧失这一切。但是好在过去的一场雾霾，我觉着在社交媒体的反馈上有与众不同，少了很多的调侃的段子，更多的是愤怒的声音以及理性的追问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。在那一场简直要置于我们有死地的雾霾里，是吧？我们凭什么不能愤怒？我们又凭什么不能质疑？我们一定是需要做些什么的。我们一定是需要做些什么的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是吧？我个人的一点体会有2点。我觉得首先从我们自身来讲，首先建立起对我们正在消费的一切的一个必要的质疑。我们虽然处在这个滚滚的消费主义洪流之中，我们可以本能的拒绝过度的消费，但即便是对于那些生活的必需品，也要保持一个必要的追问。我们要追问它的整个生产过程是否意味着环境友好，是否意味着公平与正义。其次，我们应该找回我们问责的勇气，并切切实实的去践行抗争的努力。勇气本来是我们有的，但我们丢掉了，所以今天要重新把它找回来。为什么要找它呢？是因为找回我们曾经丢失的美好的一切。你不要指望别人能够带给你，你也再也不要幻想权力和资本能够施舍给你。要知道，在中国范围内，
凡是那些大规模的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，其背后无不是不良的资产与环境、资产与权利相勾结的结果。我们祈求踏踏实实，无异于虎谋皮。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也有自己的所长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那首先是建立起一个质疑和抗争的精神，发挥你的所长，是吧？在你的行当里去参与这社会的改良。我调侃一句，也许在某些体制的人会说我抱歉，我暂时什么都不能干，是吧？那我也说一句，那就请你暂时不要做。我是一名摄影师，我能做的就是继续行走于中国大地，去拍摄有关于这片大地的照片，拿来分享给你们。谢谢大家。